我有血金石，一腔热血前来见你，却被你一盆冷水泼得我体凉心浮，就此道别。哎，祝贤兄，请留步。祝贤兄，咱们分手整整26年了，按理儿也该温一壶酒，做敬息长谈，畅叙离别之情嘛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告辞。司府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冯公公让下官来的。以洛尊陈文为首的6科13郎道言官，准备明儿一早上书弹劾冯保。哦，京城士林舆情多半站在言官一边。此情之下，冯公公情势危机啊！不然，皇上和贵妃娘娘是冯保的后台。这么说，一场恶斗就要开始了。正是。冯公公说，他要在李贵妃面前举荐大人，接替高拱担当首辅，不知大人您意下如何？大人，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说。高拱的意图非常清楚，先扳倒冯保，下一个就是您啊。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。大人，为了您的改革理想，请您不要再袖手旁观了。既然是这样，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，咱们就连夜回城吧。罗大人，诸位仁兄，成败在此一举，走，敲登门鼓去。好，走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在敲登温鼓。又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我去看看。娘去看看。我也去。好。你们为何敲鼓？我们有奏本要奏。奴才叩见皇上和贵妃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上贵妃娘娘。是何人在敲鼓？启禀娘娘，今儿个敲鼓的是以吏部给事中洛尊为首的6科郎言官。6科郎言官？是，他们给皇上递奏章，是想弹劾奴才。弹劾你？弹劾你什么呀？他们一共递进3道奏章，都是弹劾奴才的。这第一道就是洛尊写的，说奴才在皇上登基的时候站在皇上身边不下丹殿，犯的是僭越之罪。第2道奏章是理科给事中陆树德写的，他说奴才把持东厂，为所欲为，滥杀无辜，将权力凌驾于3法司之上。这第3道是户科给事中程文写的，他咒骂老奴有10大不忠啊。哪10大不忠？启禀万岁爷，这3道弹劾奴才的本子都在这儿呢。他们这么污蔑奴才，奴才真是有万箭穿心之感呐。他们这么做，完全是冲着皇上、皇后，还有贵妃娘娘您呐。他们想要弹劾奴才，就是想让孟冲重掌大内啊。那孟公公虽然被罢免了，可他出入内阁，就像出入他们家自己的庭院似的。他和高拱内外勾结，有他们俩在，
这朝廷恐怕会永无宁日啊！这奏章上说，你将权力凌驾于三法司之上，这是何意？奴才哪敢呢？那王九思的3堂会审是由张居正主审的，那妖道当堂就指证是高拱和孟冲把他弄进宫来的，弄得满堂皆惊啊！奴才也不知所措，奴才压根儿一点都不知情。贵妃娘娘，高拱怂恿众言官弹劾奴才，就是为了掩盖他们自身的罪责。别说了，你给我退下去。是。姐姐，不管冯宝此话是真是假，这孟冲确实不能再滞留京城了。对，我想先将孟冲逐出京城，其他事务从长计议。以后这些事儿啊，就由妹妹做主了。闹什么？冯公，你想干什么？孟公公，本来我没想把事儿做绝，罢免以后，你的宅地、家产、封地丝毫未损。可没想到高拱却与我矛击相对，怂恿言官弹劾于我，所以我不得不心有余悸，传皇上口谕，命孟冲即日起即刻离京，所有宅地、家产、封地均予充公。你这个赶尽杀绝、丧尽天良的小人！冯宝啊，冯宝，你不得好死！天打五雷劈呀！要骂你也得骂高拱。陈永峰，小的在。封了他的宅地。是，封了，走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让开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岂有此理！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位忠心耿耿的内臣呢？首辅大人，这3份奏章不但没能撼动冯宝，反而加剧了他的反扑。看来皇上跟贵妃娘娘是有意在偏袒冯宝。首辅大人，局势对我们是非常不利呀。但冯宝毕竟是个内臣，朝廷的一应事务，皇上还要依靠内阁。如果张居正能站在我们这一边，冯宝便孤掌难鸣了。是啊，可是张居正他是知道我要弹劾冯宝，所以他跑到座山去了。他这是坐山观虎斗，但是昨天晚上他又跑回来了，不知道这其中有何蹊跷啊！首辅大人，在此关键时刻，我们不能光待在屋子里猜测呀，应该主动的出击。下官的意思是，应该到他府上一探虚实，并晓以利害，绝不能让他倒向冯宝那一边。是啊，不过据老夫判断，张居正这个人做事一向是按照自己的操节，不会随波逐流。不过这次特殊时期，我们不妨再努力。哎，那好，我这就去。我也去，干脆我们都去，人多势众，给他施加压力。对，都去，我们都去。老爷，巡城御史王传求见。让他到这儿来吧。是。王大人。大人，今儿一大早，6克郎言官敲响了敦文鼓。先不说这些，昨天我从天寿山带回来一桶上好的泉水，家中还藏有一些湖广长沙的金井白露茶，来，喝上一杯。谢大人。哈哈，金井白露茶，那可是本朝的御贡，好茶呀！王大人，主官兄，一道品茶吧。眼下京城是刀光剑影，杀机四伏，你却有闲心在这里品茶。浮生半日，与2、3知己，品饮必乳真名，实乃人生之幸事啊！这茶香果然清雅的很呐。天寿山的泉水，
果然甘甜，用它气泡，这金井白露的味道才出得来呀。老爷，冯宝的管家徐觉在书房等候，说有要事相见。看看，这茶叶刚品出点味道来，又被搅了。二位稍坐片刻，我去就来。啊，冯公公让你来，一定是为了六克郎言官弹劾你家老爷的事吧？正是，洛尊这帮混蛋，登文谷一敲，闹得宫里宫外沸沸扬扬。哎，如今京城闷热得如同蒸笼，这一来啊，就更加炙热难熬了。所以我们家老爷想请您尽快拿出个主意啊！只要皇后和贵妃娘娘认定冯公公是一位正派的内相，又是当今皇上不可或缺的大伴，别说3到5道奏章，就是30到50道，那不也是匹夫汗术吗？这一点我们家主人心里头也是清楚，他只是担心这3道奏章，尤其是洛尊那一道，列举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事儿，恐怕贵妃娘娘见了心里头会起疑心。事情到了这一步啊，想捂是捂不住了，索性把事情闹大，闹得个天翻地覆，这样解决起来恐怕就更为便利。我们家主人还想知道，他上次跟你谈及之事，您是否已经拿定主意？上次谈及之事，就是想请您出任首辅一职。首辅一职应该由皇上钦定，现在由冯公公私下磋商，恐怕总有那么一点阴谋篡权之嫌吧。就算是高拱已无能力担任首辅之职，那也应该由皇上亲自罢黜，而不是我等私下谋划之事。烦请通报府台张大人，吏部左侍郎魏廷山、礼部左侍郎王显觉等众官员求见。府台大人正在花园中品茶，待我前去通报。大人，魏廷山等官员登门来访，他们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呐。你是怎么来的？骑马。马呢？在门口。他们这样浩浩荡荡而来，说不定是来堵我的。我要是出不了这门，那就出大事了。你没有带侍从？没有，连马都是临时抓来的。府中有一道后门，你让尤其领你走后门。是。李可，你去告诉魏廷山等人，就说我病了不见客，有什么事让他们送帖子过来。是。诸位大人，府台大人说了，昨日天寿山中暑，身体有所不适，不能见客。诸位大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写帖子给他。我们这么多人登门求见，只占用片刻时间，烦请府台大人见面一叙啊。我家大人从来说一不二，诸位大人还是请回吧。这有点太过了吧？既然如此，烦请你把这个转交给府台大人。对不起二位啊，我这府上都快成走马灯了。浮生半日之闲，哪是你品享的？大人，府台大人，外人皆言公与冯保协谋，美事相通，令人齿冷。今日六克郎众言官为社稷谋，为天下计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敲响登文谷，意在罢免冯保。为朝廷除成奸，我等特来府上告知，公不义维护此言。倘若鸡生大变，于公不利。若公一意孤行，我等六克郎众言官必将上书朝廷，请求皇上罢免公赐府一职。混账！太嚣张了！仗势欺人，他想以此要挟我。老夫本不想偏袒某一方，可如今看来，
我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刘琦，老爷，徐觉呢？刚从后门走。你去追上他，让他转告冯保，只要皇上有意，为了江山社稷，我张居正甘愿做棋盘上的一颗棋子，听凭皇上调遣。是，老爷。舒大，你早就该这么做了，不然他以为我们是孬种。老爷，你们都别跟着我。老爷，老爷，你要去干嘛？别跟着我！万岁爷呀！万岁爷呀！万岁爷呀！万岁爷，你这一走可苦了我了。他们是拼了命的在争奴才呀，万岁爷，你怎么就撇下奴才不管了呀？现如今我哪有脸面返回故里？哪有脸面去见我的列祖列宗啊！万岁爷，你等等奴才，奴才这就陪你一起去了。万岁爷，怎么了？这就是这帮言官未来的下场。他们竟然敢递本子弹劾于我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他们去找孟冲作伴。冯公公，您犯不着生这么大气，那都一帮什么人？一帮书呆子，根本就不懂得为官之道。您要想整治他们，那还不跟碾死个蚂蚁似的那么容易？哼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好消息！怎么样了？张居正被高拱那帮门生惹恼了。他让我传话给您，只要皇上有意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他愿意临危受命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看来张先生有意接替首辅的位置。好，只要张先生有这个意思，贵妃娘娘就有了靠山。
高拱那老小子离开紫禁城的日子就不远了。万岁爷，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万岁爷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孟冲在寿山先帝陵前，服毒自杀了。真可怜。妹妹，咱们是不是做得太绝了？我们本不想这样，但一想到平日里他对你我那张狂劲儿，倒也是自食其果。姐姐，言官们要弹劾冯保，你说咱们该怎么办？这冯公公当上司礼监掌印有几天了？6天。6天？才6天的功夫，就有3道本子弹劾他。是啊，先帝这一走，紫禁城里简直到处都是陷阱。这冯公公的司礼监掌印是怎么当上去的？姐姐难道犯了糊涂？让冯保取代孟冲，是君儿登基那一天，咱们俩商量着定下的，然后以皇上的名义下了一道中旨。我的好妹妹，姐姐并没有犯糊涂。我是说这事儿啊，另有蹊跷。怎么讲？你想想，中旨是绕开内阁，直接由皇上发出的，他高拱能高兴吗？再说，咱们明朝天下近200年，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，少说也有几十号人。你有听说过谁才刚当上6天就遭人弹劾的吗？王振、刘瑾这些前朝太监中的大奸，虽然掌印是为非作歹，但也没有听说一上任就被人赶下台的呀。外官们那么做，必定是另有图谋。你的意思是高拱醉翁之意不在酒？我看是。高拱的心思肯定是不正，可是言官们要弹劾冯保，咱们总不能一味袒护吧？这个自个儿拿主意。启禀皇后娘娘、万岁爷，请看看外面。他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些奴才都是为了冯公公的事儿来的。跪在这儿干嘛？回禀娘娘，奴才们跪在这儿是为了冯公公鸣冤。鸣什么冤？那登文鼓敲得震天着响，6克郎言官们要弹劾冯公公，冯公公岂能不冤？娘娘，冯公公可是个大好人呐。宫里的一应事务都是他一个人在操持，无论大事小情，他没有一样不挂在心上的。冯公公是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他那屋里的灯火是彻夜的通明啊。如今言官们说冯公公把持东厂，为所欲为，滥杀无辜，还说什么他识大不忠，那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。住嘴！你今儿给我说实话，是谁让你们上这儿跪着来的？回禀娘娘，没谁指使我们来。奴才们听说外廷的言官要弹劾冯公公，都自发的跑到这儿来跪着，向皇上、皇后、贵妃娘娘求情啊！你们是担心我和皇上不能秉公而断？奴才们不敢。不敢？哼，不敢你们跑到这儿来示威？今儿你们都在这儿跪着，天亮之前不许起来。谁要是倒了架，罚谁30大板。走，君儿。
妹妹，你也别生气了，这些个太监被先帝给宠坏了，早就应该给他们立点规矩了。他们今天这么做是受了冯宝的指使，这个狗奴才也在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邱德用在，把冯宝给我叫来。是。奴才叩见万岁爷、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。孟冲死了，如今大内再也没有人能跟你抢夺掌印太监这个位置了。嗯？笑啊！你给我笑啊！回娘娘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一定引以为戒。奴才一心只想伺候好万岁爷、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。你一口一个奴才，可你是口蜜腹剑。我问你，洪孝殿外广场上那些人是谁让他们跪在那儿的？又是谁策动王九思指证高拱的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玷污了先帝的声誉？你这是出尔反尔，耍阴谋，搞诡计。奴才该死，可奴才要不这么做，世人就无法辨明是非，认清高拱及其朋党的狼子野心啊！你是不是想指责我和皇上也袒护高拱？奴才不敢。奴才如果犯了欺君之罪，哪怕离开内宫，哪怕去当一村野夫，奴才甘愿听凭处置。但高拱绝不会甘于人下，也绝不会扶持幼主创立新政。现而今能够辅佐皇上去开创万历新政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张居正。好一个万历新政！张先生是怎么想的？张先生为人谨慎，做事缜密，也从不轻易表态。可现如今，他也被高拱逼上了绝路，不得已才向奴才暗示，只要皇上有意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他甘愿做棋盘上的一个棋子，任凭皇上调遣。起来吧，别在这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以后胆敢再在皇上面前耍什么小聪明，你的结局说不定还不如孟冲呢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谢贵妃娘娘。妹妹，如今冯宝和高拱已成为死敌，两个人互不相让。我看我们还是要尽早拿主意，留高拱就要铲除冯宝，要是留冯宝，就不能有高拱。是啊，高拱掌握着外廷6部仪院及6科郎，他大搞朋党政治，藐视皇上，一手遮天，他断然是不能再用了。姐姐，你觉得呢？母后，我不喜欢高拱，相对来说，我的大班冯公公比他要好得多。君儿说的对，相对而言，冯宝还不敢违抗皇上的旨意，对你我的话也都还是听的，大凡做事也不会太出格。就这一点来说，冯宝更可靠一些。另外，如果张先生真的有意出任首辅这一职位，这将是咱们大明王朝200年来绝好的机会。邱德用在，你马上去通政司传旨，明天一早，皇上在会稽门会见重臣，不得缺员。是。听说你中暑了？其实我根本没有病。张某这么做，是怕陷入你与冯宝的私人恩怨之中。此乃社稷大政，怎么是私人恩怨？另外，我听说你的府上也很不冷清啊，访客不断。是的，魏廷山及6科郎言官是我的访客，
冯保的管家徐觉也是我的房客，但是魏廷山等6科郎言官都吃了闭门羹。不错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造访，他们要逼迫我给我下最后通牒。这不是什么通牒，他们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我是希望你说的，要洁身自好，不要和阉术为伍。首府大人多虑了。正直到！万岁爷，今儿个不早朝了，命奴才前来宣旨。请问张公公，今日皇上为何不早朝？高先生休得多言，本公公这就宣旨。高公率文武百官接旨。张先生接旨。哎，就是您，张先生，来接旨。臣张居正接旨。皇后遗旨，皇贵妃令旨，皇帝圣旨。说与内阁、五府、6部各衙门官员，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，召内阁两辅臣至御榻前，同我母子3人亲授遗嘱，说东宫年幼，要你们辅佐。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，把皇家卫府都强夺自专，通不许皇帝主专，不知他要何为？我母子3人惊惧不宁，今令高拱回其闲住，不准停留。你们各位大臣深受皇家厚恩，理当竭忠报主，如何只阿附权臣，蔑视幼主？姑且不究，今后如再有这等事发生，处以典刑，定不轻饶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大人，你被罢免的消息已经刊登在邸报上。张居正，落井下石。走。赶路要紧，快走！可是高大人，
你是谁啊？咱是京南驿丞罗慧仙，请高大人到驿社去吃顿饭，歇息片刻。也好。薛老，张某特地赶来为您送行啊。你是新任首辅，理当日理万机，你跑到这儿来给我这戴罪的人送行，真是棒槌大庆，经受不起啊！宴会都准备好了吧？魏大人都备好了。高夫人那儿单独准备一桌，另外随行人员一定要酒菜招待好。是。宣老，本来说多邀几个人来为您饯行，也好有个气氛，但是后来转而一想，又改变了主意，还是我俩对桌谈心更合时宜。来，先干上一杯。你如此做，就不怕背上党户复国的罪名吗？皇上昨日的批旨，宣老已经知道了。你这么快就登载于敌报，还不就是想让我知道吗？你扪心自问，我高母何曾亏待于你？你竟这样负心于我，宣老，你误会了。我没误会，你与宦官结盟，与去我而取而代之。你做事虽然诡秘，可是毕竟是留下了蛛丝马迹。宣老，您现在的心境我能理解，但是您说我与宦官结盟，纯属无稽之谈。何况宰辅一职，乃国家至重名器，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的。昨日黄金门之变，骤然间你我之间一升一贬，一进一退，一荣一辱，应该说都非你我本意。如果不是时势更迭，你我本该一同效忠朝廷，为国家苍生尽绵薄之力。我今天特意赶来，就是为了向你表明我的心迹。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。玄老，你听也好，不听也罢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已启恩请旨为你办好了勘合，你可以迟疑回籍，安享晚年了。走都走了，还要迟疑干什么？牛车过于颠簸，玄老年事已高，哪里经得起这番折腾啊？站住！你不要又做钟馗又做鬼！你抢了老夫首辅之位，又跑到这儿来卖乖。我要是有心把你挤出内阁，又何必拖到今天？好啊，证据都捏手里了，你想怎么样？并不想说什么，原物奉还而已。哎，你等等，等等！蜀大，玄老，我俩就此别过，愿旅途保重，早日平安到家。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值万历改元新主登基之际，礼部谨遵祖制，晋封当今圣上嫡母先帝皇后陈玉荣为仁圣皇太后，当今圣上生母先帝贵妃李彩凤为慈圣皇太后，并致金简御书，以昭后世。钦此。臣张居正率部院大臣恭贺两宫皇太后晋封。奴才冯保率内廷24局管事牌子恭贺两宫皇太后晋封。诸位爱卿平身。谢太后。
哪儿去呀，万岁爷？哦，我想找那个客用。哪个客用啊？你忘了，就是那个会玩蚂蚁大战那客用。哎呦，万岁爷，那可是努尔花花带进宫来的罪人，现在还关在大内的牢房里呢。按规矩，他是死罪。死罪？现在不是张先生和你替朕掌管天下吗？朕现在要让他活着，你要是听朕的，就把他给带到朕这来。朕喜欢他。这怎么这么点小事你都做不了主？朕要你这个大办做什么？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只是那个客用得把他阉了，然后送到西暖阁当一个活者来服侍皇上。要能这样，自然好。那好，奴才遵旨。去吧。哎。